卢迅请3天假，要去反罢免，保护他3个这个台中市的子弟兵。然后呢，人就笑，你看你怕了啊。卢迅说，总统下令追杀在野党的立委，这不严重啊。赖清德可以这样下令追杀，最后一里路哦，是要全力卯足了来保护啊。所以呢，卢迅就陪罗廷伟扫街啊，陪罗廷伟扫街。那说总统跟国家机器追杀反罢免，所以呢，反罢免的形势是很艰困的，要很努力的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可以，这个好像随便的，不可能的。你自己，我只是举例，你就看看谢国良你就知道了。谢国良当时他的对手叫做蔡适应立法委员，蔡适应连任的要选连任，没有连任上，拿的票是71000票，罢免谢国良多少票？你知道吗？69900票，这是表示什么？表示当时蔡适应没有当选，所以他那些人恨支持者，通通来罢免这个谢国良的。还好谢国良的支持者，谢国良当选是拿了97000票，结果要罢免他的时候呢，反对不同意罢免是87000票，所以多于你那个69000票，所以没有被罢成。如果当时支持谢国良、选谢国良这些97000个人没有出来，或只出来一半，只出来60%，就被罢掉了。为什么？对手通通倾巢而出啊！所以这怎么能掉以轻心？当然不要掉以轻心。尤其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反对罢免，我不去投票。拜托，你当然要去，你不去就不行的啊。那现在因为赖清德跟曹先生接连失言了啊，赖清德失言多了，杂质啦，什么军人要升商务舱啦，然后现在问商务舱，那航空公司升了商务舱以后，那个这个票谁补呢？交通部说我们没这个预算反正呢，赖清德讲一次就错一次，讲一次就错，搞到现在呢，这个演讲也都每次借故台风就取消讲的4讲呢，说5讲6讲也讲了。我每次在那边等他，我要开记者会啊，要开评论会啊，他都不讲。他说他讲了这种新闻稿吗？新闻稿也没有。关门讲的，闭门，他讲合格掩耳似的，要随便讲，好像开这个茶会一样。那曹新成就是什么职棒啊，什么的，搞得这个棒球职棒球员打假球啊什么所以呢接连失言，所以呢绿营冒冷汗说担心大罢免会不会被翻盘啊？那另外呢，蔡英文表态因为蔡英文之前没表态，蔡英文不但没表态，连续2次的民进党全代会都不去。表示我对你赖清德就是不同意了，去都不去，但是呢，一定很多人给蔡英文压力啦。你放想，一定有人说，你怎么这样？所以呢，蔡英文终于表态了，说他会去投罢免票，那你们很辛苦啦，我会去做一个公民我会去但是当然有好奇，就好像这个讲的不痛不痒，你去是怎样呢？我也会去啊。他们会去是怎样？那去是怎样呢？不同意去投不同意还是怎样呢？没讲，要投同意不同意所以呢，这个他只是感谢大家团体辛苦了。我这边要跟大家讲，赖清德如果罢免蓝委成功罢掉你们，8月就开始斗争英系了，你放心好了。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些动作了，是等到8月一定罢免开始呢，对英系开始动手。所以呢，民进党有些人也不见得都要去。民进党有些人如果觉得蔡英文做的还不错，相对嘛，比较起来比赖清德好，你也不要去投罢免票，不去算了。蔡英文这边已经很清楚告诉你，2次全代会我都不参加。现在呢，好了，为了避免被人家落人口实，我去了。但是呢，我只是感谢公民团体辛苦了。那然后呢？好，那么黄国昌反问了说，那你蔡英文表态？会去投票，但是为什么柯文哲就不能投票？柯文哲现在也希望能投票啊。柯文哲提出3个条件啊，一个就是在看守所给我设个投票箱给我投嘛，一个呢就是给我带了什么电子脚镣，反正随便另外一个通讯投票，我有3种，你挑一个是让我能表达我的意见嘛。但是呢，为什么他不行？这个说呢，这个林右昌说每个公民都是王牌那说为什么蔡英文是最后一个王牌？他们还吃蔡英文的醋蔡英文还不能是王牌公民都是王牌蔡英文当然是前民进党的总统，对不对？总统是民进党籍的，当然分量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每个公民都是蔡英文？每个公民都一样，每个公民都是王牌
那好吧，这个当然也有联合报短评是蔡英文甘为恶霸背书，人民将来会有公断的哦。他其实也没有为恶霸背书，我就讲中了，他只是不得已非要去印个毛而已啦。好，我们看一下。感谢哈，非常快乐，一定要出来登票哈。咱的民主袂使吼总统去没收哈，民进党要一打独大，规个国会哈。重点还是要摆回大罢免案。台中市长卢秀燕向市府请假，为子弟兵宣传反罢免，也直批总统赖清德下了追杀令。这次的大罢免就是由总统一手主导的。那昨天总统已经更正式的出面。再次的出面哈，来催大罢免啊，他要罢免所有监督他的这个立法委员哈，那所以只要跟他不同党派的，他全部都要罢免。所以昨天总统有下出最后的追杀令哈，那当然这个让我们的情势更加的艰困。大罢免最后决战时刻，蓝营地方首长也投入拼战。台中市有3席立委被锁定要罢免，卢秀燕在关键时刻回访台中，扫街呼吁出来投票，也要力拼保住台中的3席。从未对罢免行动表态的前总统蔡英文，23号深夜在脸书抛出一张若有所思的照片。短短161字，蔡英文贴文写下：“我要谢谢所有公民团体，为了国家，为了民主，在家庭、工作与街头的活动中奔波，真的辛苦了。各位的行动更证明了台湾的民主不是空泛口号，而是每一个人民的日常实践，展现台湾人民韧性。726，作为公民，我会去投票。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自己会投同意还是不同意。公民也自主发起大罢免，民进党必须。”和公民同行。毕竟628民进党全代会总统赖清德下令全党投入罢免，当时蔡英文声称身体为恙没出现，如今总算打破沉默，不少绿营立委也在下方留言同意罢免，保护台湾，对总统只有谢谢。而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则表示，蔡英文只字未提罢免成功，小英总统您有难处，您稍微眨眼一下，懂的都懂，羞于启齿，大罢免大成功。罢免前的最后对决，双方大咖逐一浮出水面。香龙，这个大罢免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在生活在台湾，你只要是公民有投票权，你都应该回到一个基准点，就是知道这个所谓的大罢免在人类的民主宪政史上面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宣称民主的国家曾经出现过这种案子。大部分的国家甚至于连罢免都没有，就是选上就选上，国会议员对，就是选上就选上了。针对领导人大概都有弹劾制度，但是针对议员没有。美国许多的参众议员呢，即使涉及到贪污啊、丑闻啊等等，都已经要判刑了。可是你也不会看到罢免。之前的参议员呢 ，Hernandez 也是一样。好，因此我们是在纵容现在的执政党在做一件政治上的乱伦。我说这个呢，基本上政治伦理被遵守，是一个国家呢政治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每一个呢从政的政党跟政治人物本身呢，对于除了法律规定的以外的那个模糊的分际，不在于合法不合法。我知道大罢免按照台湾的制度上面来讲，我不会说它不合法，可是才刚当选几个月的时间呢，就开始呢从南到北的进行串联，要搞大罢免。它不是针对特定的这些民意代表，针对他的言行，或者是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发动罢免，而是全面性的、无差别的罢免，那是政治上的乱伦。而我今天看到有这么多的外围团体，不管是你自我洗脑或者为虎作伥，让今天呢台湾为这种的政治乱伦的事件，似乎都闭着眼睛呢做无条件的背书，台湾的政治就没有救。我说你今天不管你罢免过或者是没有过，那不是重点。今天大家在讨论输赢的时候，就进到那个细节里面，而是台湾是什么样的台湾的政治环境跟政治素养，会容许一个执政党会去干这种事情，而大家都还只能够跟着他的节拍往前走。刚刚主持人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几乎台湾几个指标性的罢免案，它都有一个发生的背景的相同的逻辑，就是民进党失去了它的制高点，不管呢是韩国瑜当选的高雄市，不管是呢林右昌的失去的谢国良的接下的基隆市，或者是高虹安，
它的共同的特征都一样，都是民进党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制高点。在那个地方呢，已经执政非常久了，认为十拿九稳了，这就是我的根据地了。不管是在北基桃的基隆市，或者是呢关乎到呢新竹科学园区呢就是呢北部地区的科技重镇的新竹市，或者是高雄市，只要呢蓝营一当选，民进党呢不管什么，只要失去政权之后呢，马上恶搞。今天同样的立法院呢也是一样，照样恶搞。你认为今天赖清德讲的是意图呢把所谓的呢反中跟反共绑在一起？你看他的所有的策略就是反中的票数是不够的，所以呢必须要反共来凑，希望能够动员一些对中华民国的国旗有信仰的，对蒋介石呢对呢蒋经国有信仰的，希望呢大家凑一起，看能不能够呢形成一股所谓的爱台的力量。但是他们又回到一个本质，我们为什么会容许这种政治乱伦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我认为你们都应该有基本的民主素养、受过基本的政治教育的，你们为什么会成为一帮的跳梁小丑？这才是呢，今天呢，台湾最可怕的地方。记得所有呢民进党在积极的推动罢免，都是他经营很久、失去政权，很担心的。政党一轮替了之后，高虹安去抄底，谢国良去抄底，担心的韩国瑜去抄底，所以根本不让你有抄底的机会，他直接就把你罢掉了，把你的政权呢给弄回来，可不可怕？政治纵容这种事情才是可怕。如果你只注意到呢执政党的部分，他要夺回呢国会的主导权。这个呢，其实在大的权力结构当中来讲，它容易被稀释掉。可是我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地方县市的罢免，再仔细想想看，我说因为现在的这一次的选举，去年跟赖清德同一天当选的这些呢蓝营的立法委员，现在国民党竟然成为呢国会里面呢平均年龄最低的党团，这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了。国民党过去呢都被认为是老化的、僵化的，可是这一批的当选的2/3呢是第一次当选的新科的委员，里面呢有1/3呢是非常年轻的，30岁到40岁里面的就好几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刚当选，我如果是民进党，我同样会有一种非常深层的焦虑。我如果让你们这帮的年轻小伙子顺利的做完这一任之后，以后我还要混嘛？立法院里面不同的政党之间，同样的会有一个世代交替的问题。以后会掌控立法院的议事程序跟议题主导力量的，就会是呢蓝白阵营所培养的这些的年轻的世代。他愿意看到这一幕，他当然不愿意。所以今天呢，点名要干掉的都是第一次当选很年轻的。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所有的在讨论两岸的问题，也不要掉进了那个呢个别事件的泥淖框架里面。昨天呢，在美国白宫上演的那一幕很值得台湾人思考，就是马可仕。马可仕现在总是第一岛链的反中的急先锋吧。马可仕呢坐在川普旁边的时候呢，不断的呢跟川普献殷勤，告诉他说呢，我们要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要对抗中国，我们要南海如何。川普根本听都没有听。川普说，我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很好，我并不反对你跟中国好，你跟中国能够好好的相处交往，我们也很支持。你听到了吗？类似这样的声音，其实是川普的声音，他的当着媒体的面讲出来声音。台湾如果这次大罢免用这种方式搞，不止台湾开始正进入到无可停止的政治乱伦，两岸关系之后呢，就没有人能操作。台湾有哪一个人能够呢发出一个两岸应该坐下来谈，两岸应该重新回到一个可对话的轨道上面，而不是呢拉情绪、拉仇恨。台湾现在就给你戴帽子嘛。如果你说啊，两岸应该和平哦，你投降主义；台湾应该要坐下来谈哦，你失败主义哦，你要卖台。所以台湾现在变成说，只有听民进党那边摆布哦，然后啦，哇，这个喊打喊杀真的能够解决两岸的问题吗？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川普不懂吗？休息再回来。民进党说呢，必罢5个加1个起跳必要一定把他们罢掉。必罢是拿5个：徐巧芯、王宏威、叶元之、罗廷伟、牛煦庭、
加一个傅昆萁，哦，是最有战力的，就是委员。不，傅昆萁指标人物嘛。对，我早上去花莲把他赞宣的时候，花莲人反应不错，对他都满，因为他替花莲争取很多的经费嘛，光补助款就增加了161亿。对吧？而且他们骂他说要争取3个什么这个什么花东啦的这个铁路了哈，然后呢高速快速公路了，然后呢什么国道6号东延啦还有环岛高速铁路等等哈，他说花很多钱的。我说对了，别人也许生气他。花莲人应该很感激他，但到底花莲争取这个，在花莲在立法院没有人敢阻挡花莲的利益，因为他在那里啊，所以花莲有什么好气他的？但是他因为他是指标的，在立法院，而且我讲良心话，立法院除了他宣称党主夫那个柯建铭，不能讲柯建铭，真的我讲实话，对柯建铭对抗柯总召，对他对他太了解了，好吧，不管了。那这里5个都是刚刚大家讲的年轻的，第一次当选立委的。洪为是补选上的，也是等于是其实那时候才也算是新了哈，都是年轻而且第一次的，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常讲国民党没有年轻人啊，国民党都老啊，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多年轻人，把立法院的平均年龄拉低，非要把它罢掉不可啊，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而且都是这个除了洪为补选上曾经这个这是第一次啊，就这样罢免人家，你们好意思哎，实在是很可恶了哈。那傅昆萁是有指标那5个呢，其实都是年轻，而且战力很强，在立法院战力非常强。民进党我说民进党是大罢免，其实是用心很险恶的，我把这些都给你罢免掉。好，我们看一下。拜托大家谢谢，请大家出来投票。桃园龟山的市场催票，林右昌逢人就喊统一罢免。这一区锁定的是国民党立委牛许婷，而林右昌不止白天来，前一晚也现身罢团晚会。会是因为有消息指出牛许婷就在民进党的必罢5+1名单上吗？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没有所谓的一个什么名单，每一个区域我们都要尽我们的一个权利。不过牛许婷恐怕不止被绿营点名，就连罢团以及国民党前副秘都评估牛许婷很危险。他们当然就是锁定敢讲话、敢监督的人进行重点打击嘛。那么成为这样子的人是淬炼，也是荣光。我们会好好的把选战的节奏执行完毕。而这份名单上也包含了徐巧芯、王宏卫、叶元之及罗廷蔚。我这一区，我这一席次就是民进党在强攻，而且他们还说这是狙杀名单哦。那但是呢，我想我会非常相信我们选区所有选民的智慧，我们反恶霸一定会成功。王宏卫委员是打不扁的、压不扁的蔷薇非常有女侠精神。自家副秘的判断，韩国瑜不认同，确实国民党也回应1席都不会少。来，林涛，你们桃园怎么看？小牛还看其他这5个必还加一个必杀加1。他那个必罢其实是民进党刻意把他们变成一个 icon， 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平常的监督力道很强，所以他们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仇恨值，在民进党内的仇恨值来扩散拉抬他们的气势。否则说真的，哪一个立法委员是值得罢的呢？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个必罢名单推出来，然后到最后撑着一口气在那边一直在办宣讲。说真的啦，他们到最后你去看一下台北的中山或是这个桃园的龟山，他们基本上是倾全党之力把资源砸下去了。光以桃园、北桃园，竟然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连续3场，加上早上的扫街，总共6场，就是要给你狙击耶，有够过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只是他们想要巩固他们的核心支持者当天的这个投票率，因为726说真的。还是有一些中间选他不了解726，可是呢，如果风雨稍微大了一点，核心的支持者出来投的，投票率就会影响现在3个台风要来，对，3个台风要来，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对国民党来讲，我们很担心天气影响动能，这不是开玩笑的。你这个雨风一吹下去，那个投票率就会影响的。那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是这样子，我再补充一下。他原来投了这些国民党委员是爱他嘛，支持他嘛，对是。民进党是恨他们的，对，你认为爱的力量大还是恨的力量大？恨的力量大，当然嘛。爱常常讲，我什么问天下情势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那是乱扯的。
几个人是为了爱的死了。好了，那个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恨的很多，把你毁容的，把你杀的，把你全家火烧的，那就是恨啊，恨那个力量很大的。对，所以就有一个委员在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宗教的场合坐在我右边，他说：“哎，你不要觉得我们稳了，为什么呢？因为仇恨的力量比我们大5倍。”他说心理学家讲，就是那个仇恨的动员是很惊人的。以刚才赵大哥讲基隆的现况就是如此嘛，他的仇恨动员会觉得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会比较有动能出来投票。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关键呢，我说真的，你要讲到最后的这个催票，其实形势是很诡谲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用那个百工百业嘛，可是百工百业后来才发现后面。不是原本就是民进党超声率的支持者，就是有拿民进党的标案的。那一般的民众不知道，他看到吹上面说，哦，这个素人，这个教授，哦，这个台电的员工，这个谁出来支持的？后来发现他是民进党的事实，那你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票已经投完了。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关键啊，说真的了。天气会影响，第二个仇恨动员会影响，第三个，如果你觉得这些委员已经稳了，你因为现在没办法看任何的数据，但你心中觉得啊没关系啦，不差我这一票，他必挂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出来投票，你那一席委员就会必挂。所以拜托，最后的关键，一席都不能少。爱这个委员一定要出来投票，而且投下不同意罢免，对，否则就排摊了。其实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恨呢，其实不只是恨，因为对民进党支持者来说，这个就是一个信仰，他们信仰就是民进党，他们信仰就是所谓民进党讲出来的抗中保台。那对于有信仰的人，他就是一定会风雨无阻，不管是刮大风下大雨，他都会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跟目的嘛。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现在街头上，我们说实在的，我都感受到很多的支持者是很热的，但是很危险，不是只有台北而已。是新北、桃园、台中每一区都非常非常危险，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危机。我们现在去说服大家、说服支持者去哪边市场、去哪边可能街头等等。可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是住在高楼大厦的，高楼大厦他不知道现在大罢免到底在做什么，甚至其实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民众他们的电视使用习惯，他们其实是没有第4台，是没有电视的，所以他很难接收到这样子罢免相关的一个讯息。所以也就是说，中间选民现在是我们很需要积极的再去努力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说中间选民我们是很有一个困难的状况的话呢，那我们的支持者绝对是一票都不能少。那你说现在民进党在玩的这个百工百业会不会有影响？我认为其实它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因为你仔细去看，你就会看到其实满满的公关操作啊，里面的套路都是一模一样，开头都会先说我是谁谁谁，我支持大罢免，我爱这我小小多山的一个国家。那如果这个蔡英文要玩的话，他大可跟着这个百工百业的车一起上去啊！我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我支持这个大，他没有说我支持大罢免，我的职业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对，我支持大罢免嘛。那可是其实事实上，这些公关公司这些人，你都会知道，那个就是民进党操作的嘛。我就听到，尤其他们这个公关公司做出来的，我爱这个小小多山的台湾，谁在破坏台湾？都是他们。光电破坏那个山林破坏是谁在搞？爱什么爱？害台湾，谁在爱台湾？我们才是真正爱台湾。谁在翡翠水库保护区不准再去开发？是我。谁去保护不准在山区乱开这个高尔夫球场？是我。谁是真正爱台湾？他们嘴巴讲爱台湾，都在破坏台湾，还好意思讲？休息一下再回来。我看了有没有觉得恶心？好，那天唐湘龙访问罗大佑哈，在他的这个飞碟早餐哈，他本来知道，因为罗大佑最近有些新歌或是新编曲的歌出来，蛮好听的哈。那有些听人觉得蛮感动的哈。文倩传给我说，他听的都哭了，他听的就都哭了。邓雨贤那个重新改编都哭了哈。所以呢，湘龙访问他，本来要跟他谈音乐了，谈演唱会了，结果罗大佑突然讲说反对大罢免哦，湘龙还说别啊，好吧。那当然，等等我们谈啊。那这个林夕呢，原来跟刘大佑有些合作在香港，
那我们知道林夕从香港出来的了哈，所以呢，这个出来当然就很气共产党嘛哈。那当然我也认为共产党在香港做的其实过头了哦，不应该不需要做那么过头哈。你现在一国两制，香港就是个样板呐，那台湾怎么看呢？对不对？你香港现在民主党派都能跑了，要不然就抓了抓，关了关，你之前还关起来，其他要不然就跑了，民主党派都没有了，这叫两制吗？哦，台湾人看了当然也不高兴的，是气的。我一直觉得说，老共应该对香港好一点，再怎么样包容性都要大一点，否则的话呢，台湾人谁会相信你呢？好，不管了。那林夕呢，现在就因为跟罗大佑曾经合作过嘛，现在就跟罗大佑立场不一样，我们看一下。义不义民的那种事情，那种名誉不是建立在 credit 跟字幕上，一个人的名誉建立在这里。力挺香港，不怕被对岸封杀，一向立场鲜明，被称词神的林夕移民来台，也在台湾大罢免之际发生了。林夕发文喊出，再等3年，个人等得及，台湾恐怕等不及了。不制止眼前伤害，还有更大的破坏会来临。强调会在726投下同意罢免一票。不认同有些观点，认为这次力量集结的是赖皮。文章涌入千名网友留言感谢，看似和他杠上。这个叫赖罢免，这个赖皮罢免，这个不对的，这个要大破风才行。罗大佑才表态说是赖皮罢免，太怪了。而赵少康也透过节目公布更多罗大佑的反罢心声，就是赖罢免，什么大罢免，搞得好像是大扫除、大清洗、大洗涤、大跃进似的，好像很有正当性，有个屁正当性！蓝营别上这个当。罗大佑、林夕合作过经典歌《皇后大道东》，似乎已回不去正面交锋。好，向龙那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聊歌啊。最近他在做，那他玩音乐嘛，那我也不懂音乐啊，那我只能当啦啦队啊，所以他有时候做些因为我知道他要向邓雨贤致敬。那邓雨贤的音乐《四月望雨》，这个呢，其实在台湾已经是流行音乐的国父级的人物。如果任何的所谓的闽南语歌谣，如果你要排出前10名，前面4名大概就邓雨贤。好，因此当邓雨贤的音乐，那罗大佑想要用新一点的编曲。你可以想象，他用新的编曲，无非是希望让邓雨贤的音乐现代化一点。所以呢，他就重新的编曲，用各种的编制，让每一首曲子都有一些新的音乐性。然后找了黄韵玲啊，找了今年呢刚得到金曲奖的欧凯亚等等，他们就一起做。那每次做完的时候，我就当听众嘛。听完之后，我也没办法给什么评论，我哪敢呢？他是罗大佑好，但是反正我就跟他讲，你做完的时候，那我们就上节目聊一聊，把你这个对邓雨贤致敬的感觉，作为一个台湾人在任何的时候，只要你听到邓雨贤的音乐，就像你搭长荣航空，你只要听到那个音乐响起，你就知道我回台湾了，台湾到了，他就是台湾的代表。罗大佑在做这件事情，纯粹谈音乐。但是谈着，他突然间呢，就开始转到呢大罢免，就冒出了那几句话。我之所以要讲本人的说，我没有叫你谈政治啊，是因为我不想他卷进这些事情里面，因为他在不止在台湾，在两岸3地的音乐圈子里面，他是教父级的人物。今天的年轻的世代，如果要因为罗大佑对大罢免本身，他觉得这是在闹，在乱搞，那个逻辑跟我前面讲的那个是一个政治乱伦式事件。你今天呢，对于台湾的呵护，你必须要对这件事情 say no。那罗大佑讲，我说我没有叫你谈政治啊，我们纯粹就只是谈音乐而已，向邓雨贤致敬。那讲完了之后。那就是大家知道了，他就是罗大佑说，好像呢是我们刻意安排，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刻意的安排，那纯粹的是他也没有跟我谈过这件事。任轩，
我有去听他那场演唱会，我觉得他反对大罢免这件事情，跟他去向邓雨贤致敬是12221的事情。你要知道罗大佑他的歌，他是爱台湾的。他当初唱《鹿港小镇》的时候，怎么样子的去刻画在台湾那样那个流浪北漂到这个北部的年轻人，如何的念他的这个乡土。那包括呢，他在过程当中，他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台语歌，因为他的每一张专辑我都有。他做非常多的台语歌，什么挥掐啊，什么很多的一些歌，在林强唱挥掐之前，罗大佑就唱过一首挥掐，就在讲台语歌，台语的这个土地，然后呢这些风光。那他对香港的民主也是挺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他唱什么皇后大道东啊，唱什么东方明珠啦等等，对，都是一样。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而且他对过去以前的国民党也曾经有过批判，所以后来在写这个就是一个抗议歌手、叛逆歌手，就是这样。他对于文化上面是有批判，他对民主是有一些期许，所以当初呢把这个明天会更好写得过度的，好像就是去称赞了他们用来称赞当初的这个。政府他他的这个歌词被改过，他很生气，还因此还一度就不回台湾等等。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他来说，他对台湾的民主、对台湾这块土地、对台湾的文化，他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期盼的。所以他不要忘记，他其实在洪山军前后，他也跳出来讲过，你是把这个当初的时人骂得一塌糊涂，他非常的激动，他实际上太爱台湾了，所以你会知道说，你去听他那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邓雨贤在台湾台语歌曲当中的地位，跟罗大佑后来抗议歌曲对台湾歌坛上面的地位，基本上我认为是2个年代当中为音乐贡献灵魂，这2个灵魂在台上相逢，你有那种感动哦。但我要讲就是说，那为什么罗大佑会那么生气？因为这一次的罢免已经真的不只是说罢免过程当中谁会被罢掉，谁不会被罢掉，纯粹席次问题而已。它真的是一个民主的问题，它真的是一个仇恨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对赖清德来说，对民进党来说，你得要去扪心自问。当罢免过去之后，我们今天不管他是0席，不管他是这个14席、是24席等等。台湾的仇恨对立是不是更加的深刻了？是不是更加的难以回去了？就彼此之间的伤痕是不是更加的去这样子指个对方，就是像仇人一样了？更没有讲台湾的民主了。今天林系他是因为他爱香港，他恨老共，所以他有点错误的投射，认为说民进党是反共的代表，民进党是民主的象征，实际上是吗？我跟你讲，念一段话给大家听啊，大家听了后呢会觉得很惊讶啊。他这段话是这样讲的，他说呢，罢免是人民的权利。只是不能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有人想要利用罢免较低的门槛，在拉下大选中以过半数选票当选的立法委员。如果我们不在意的话，他们将会得手。明天我们一定要用手中的一张票，遏止这些没有正当性、只为政治算计的罢免。这段话谁说的？2022年蔡英文说的。蔡英文说的，他当初认为罢免林昶佐是一个政治性的算计，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只是为了拉下他而已。那今天民进党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吗？所以我要回答，为什么大家觉得蔡英文讲这个话说他没有讲说我要去投罢免，他没有说要必罢，因为他曾经讲过反罢，这事实上这件事情对民主来说，大家不要。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民主来说，我们是付出了多少的代价才得到目前的结果。但是事实上，赖清德正在操弄他，赖清德正在破坏他。不，我们大家自己扪心自问，包括民进党的朋友了，你认为台湾现在比以前是更团结吗？你认为我们的社会比以前是更分裂吗？很多被罢的立委，我跟他们站宣传车，他们就告诉我说，以前选举的时候没有这样啊，大家各支持自己的候选人。现在是那种你看到有些人跑到车船前面来跟他们比，要这个到站，那个眼神充满了仇恨的，好像恨不得把这些国民党的委员都吃掉了，恨成那个样子。他有那么严重吗？他有那么仇恨吗？就是民进党一直洗脑嘛，洗脑让他们相信，的确。哇，老共很可恶，老共这个要把台湾吃掉，所以呢，为了防止老共把台湾吃掉，所以你要把这些国民党立委罢掉。这个国民党立委就好像跟老共呢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打到老共，他就打这个国民党委员，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老共，他怎么是呢？我不是早就跟你讲吗？国民党基本的真的就是反共反台独，反共反台独，只是说你反共，你需要每天挂在嘴巴上吗？你需要真的每天跟他吵架吗？川普真的喜欢习近平吗？我也不相信，但他还是得跟他通电话，他是得跟他见面。他昨天还讲说，习近平邀我去大陆，他还是要去啊。你跟他你不喜欢他，你跟他对立，都不要沟通了吗？可以这样子吗？那是对台湾好吗？而且好吧，
罢免当然是这个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民主的一环啦。但是叫你这样搞吗？就像说我们到银行存钱，我当然想到我们到银行存钱，你可以去存啊。有叫你去挤兑，如果大家都去挤兑，银行就垮了，一样的。你1、2个说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不好，违法的什么，我们罢免他，那是一般的民主的正常程序。你31个，他本来是想把国民党38个都罢掉的，只是因为有3个原住民他罢不掉，然后呢2个苗栗1个新竹，他联署没成功，所以他就把剩下的31个国民党委员通通要罢掉，这就是屠杀这是无差异罢免，这叫民主吗？你们民进党，你们这些人，包括那些什么文化人啊，什么平常一些看起来还蛮有水准的，什么台大教授，你告诉我这是民主吗？民主是这样子干的吗？好不好？所以罗德佑就讲呢，说呢大罢免搞得像大清洗，有个屁的正当性啊！什么大罢免，根本不应该叫大罢免，就叫赖罢免。什么大罢免？大什么罢？大什么大？那林系呢就喊话说呢，护台湾的人，这个是不罢不休的啊。那另外呢，杨玄也发生了。杨玄是民歌之父杨玄呢，他创造了一个叫1/4的荒谬力挺反罢免他有一个新的歌还有一个新的出来了那但是因为刚开始才叫1/4的荒谬嘛，他的词说呢，这个大罢免在分裂人民，就我刚刚讲的，你认为台湾更合作，更大家更团结，还是更分裂呢？那他说，因为你现在只要1/4就有罢免嘛，就能乱政江山，说呢，说你认为这是参与政治，我却看见社会裂痕一尺一尺，另外呢，这不是改革，这是斗争，这不是改革，这是斗争，罢到最后，民主变成牺牲，我们要一场负责任的民主，不是一场推卸责任的政治戏码，要真正的尊重人民。这是不尊重民主，玩弄人民，是操弄人民的我们本来讲播了播这个1/4的，但是呢还是不行。虽然杨玄有说，我有问他，他虽然说版权随便你们用都可以，但是他中间用了很多 AI 也有版权啊。今天不是只有做歌，你用 AI 也有版权啊，所以呢还是不能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取得 AI 的版权，所以就没办法用。但是呢，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歌曲你可以上网去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次的这个台风像一个照妖镜，照出来，原来搞了个半天，民进党吹牛吹半天，光电多好啦，这个然后呢，这个多坚固啦，多耐用啦，等等，哇，电线杆就是倒了差不多将近3000根，2500到3000根，然后呢，屋顶吹垮了，起码将近25000到3万个屋顶，然后那个光电板，哎呦我的天哪，对不对？多少光电板到现在为止还没清完。水还什么水面试验，那个水里面不知道还埋了多少这个沉了多少。那高雄大树，大树今年最有名就是它的荔枝好好吃好甜荔枝呢，现在呢，这个那边的光电业者因为违反水利法被羁押了，就有人说这断尾求生吗？他本来很大声要告你记得吗？要告什么一道，你们乱讲的，突然把他羁押起来了，所以不要再讲了先关起来，大半本之前把你押起来，所以呢，绿电奇迹。就崩坏了那柯志恩就说呢他被收押了，技师也被收押了说这个河山光电违法铲除山林说呢柯志恩就说呢水保了，直升要复原种植物复原工程也停摆了，那谁负责呢？他们关起来，甚至跟我无关了，这样好吧，这个所以呢，这个高雄市议员。也黄飞凤，这是民进党市议员，也担忧说，这个破坏以后一走了之关起来就没事了。那个怎么办？那个水再来怎么办？还有台风还有这个下雨怎么办所以一走了之吗？这样就那高雄市政府强调是我们市政府主动送法办的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主动设的，就是说我们好负责好认真的你事先怎么允许他这边乱挖乱搞所以有议员呛说，你到底是止血还是断尾求生我们看一下。保护我一下。
多少年啊？揭发后1个月过去了，大树河山光电厂依旧光秃秃一片，宛如黄土高原。违规滥垦破坏山林，恶行被揪出后，2期勒令停工废照，经济部裁罚150万，检调也出手了。22号发动搜索，查扣相关证物，约谈负责人和公司人员到案。林姓负责人和吴姓技师声押禁见获准，其他水土保持的业者等3人依8万、10万元交保。被告林某、吴某等2人自身水土流失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些负责人都被收押之后，大树光电区它这边的复原工作，这个环境的恢复到底是由谁来负责？违法该办就办，但业者滥砍破坏环境留下的烂摊子，眼看台风季来临，原本限期1个月要做好沟渠水土保持计划，确定做不到要延期，紧急用沙包种植稻杆措施应急。还乐了还没还乐嘞？你等我干了呀？他们如果延期的话，如果2个礼拜的话，说不定他们会把所有的水保先做好，可是草皮和树木就不一定了。刨山产树做食品起家的业者看好能源大饼，跨行投资想赚取利益，却没有做好水土保持，牺牲绿树植批，商人犯下的错，不能让无辜老百姓最终承担错误。这就是我小小多山的国家，我爱的台湾被他们迫害成这样，你们口口声声跟我讲你们爱台湾，来思轩。所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很耸动，也很离谱，就是说。现在虽然他们说高雄市政府跳出来说，我们已经主动送办了，我们主动这个侦办处理，问题是怎么有办法搞成这样？这才是大家要去追究的嘛。要能够把一个山开发成这个样子，你高雄市政府已经纵容多久的时间？而且这个案子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那请问你前一段时间在干嘛？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人涉入不法？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追究。现在送办当然要送办啊，所以这一次在南台湾台风上一次台风造成的灾情，其实就像刚刚赵大哥讲的照妖镜，不断也跟你讲说他们做得多好我们这个绿能、光电等等，结果一个台风来，完全不堪一击。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民进党看起来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没有要转弯的态度。他也没有觉得说，经历过这么多的这个，不管是台风的教训也好，我们现在那么贵的电价也好，或者是台电不断的亏损也好，我们的路线势必要做一些调整。目前到今天还看不到任何的讯号，这才是我们要担心的，你知道吗？那这一次在南台湾这个光电板，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什么？台风来吹成这个样子，重点你政府还不准别人讲，经济部还想说喊告，这才夸张。然后跟立法院说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我们民众党的党部同仁、国商主席下令这个南台湾的去拍，一拍回来，整个海面上又都是，马上委员会安排要去考察，结果你就看到那个工程车开始大动作的去做清理，到底在搞什么？远在南部我们看不到，媒体不报道，没人知道。我觉得这些事情一件一件慢慢揭发出来，台湾人民眼睛真的要雪亮一点。我觉得台湾人民有的是看得懂的。有的呢是看的明明看到还要假装不懂，为什么意识形态蒙蔽了他的眼，让他变成盲了？就意识形态让他变成眼盲，就变成这样子。好，来这个翁委，这个河山案场它是51公顷啊。51公顷是个很大的面积，开发了2年多，怎么可能会没有人知道说那里有在开发？这个我有时候真的是很感慨。我们刚刚还在讲说，台湾是什么可爱的小小多山，现在已经是变成小小的可爱的光秃秃的山了，一点也不可爱了。对，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山头都因为要改正成为光电长板，所以就都被砍平啊。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不仅是各县市政府，你中央主管机关水保局啊，这都没有去了解去查吗？这个案子其实不仅是违反水保法、山坡地保育法、水土保持法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早就应该要有行政机关要积极的去调查。那为什么这2年多来都没有人去查？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世轩讲说，为什么民进党不悔改啦，不改？
当然不要改了，继续赚啦，吹掉了继续搞，继续赚，吹掉了继续搞，继续赚，不是这样吗？领导，这个案场是两期，现在看起来是19.4，然后后面是10.5公顷。那他现在这个水利局讲的是说，前面那一期19.4 OK， 全部都没问题，然后是后面我们才突然发现这一个厂商有问题，胡扯啦！那么大的空间，要不是柯志恩他去那个跟里长做空拍，被挖出来，然后高雄市水利局才突然说，对，违法，赶快送办，停。这个所有的案场还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昨天看到陈其迈在那边发言说什么大罢免怎样，你先把高雄顾好吧。然后你台南的这个高雄的立委，你有看到这一个屏东嘉东的沿岸，你有看到嘉义的那个上面的光电板还在飘吗？所以我们有一次到那个杨梅的埔心，赵哥也去，就是那民众是。普巴基金讲完说不，你要再讲绿能光电板，你一定要讲，这真的很糟糕。所以我觉得这民众共同的感受。才会大树区现在已经变成是无树区了啊。那其实据我所知其实当地的居民他在很早的时候都有一直找当地的民代，而且其实是民进党的民代，可是没有用啊。然后之后呢，他们找到柯志恩去会勘之后，整件事情才爆发，然后才会有之后的司法调查。但我觉得整件事情刚刚像前面几个人讲，为什么会这么久？这是第一个要调查的。第二个，你知道该地的立法委员是谁？是邱意莹呐。在会勘国民党开记者会之后，他神隐好多天之后，媒体终于找到他的人了，是他的竞选总部成立的当天，问他说这件事情，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这跟选举无关，我不回答。这是小林村 2.0， 一个想要竞选高雄市长的人都可以不回答。如果高雄市这个人都还投得下去，我真的是我也心碎了。对，我觉得很典型的报喜不报忧，这个他就是一直在粉饰太平了。你看现在在陆地上的15万片这个光电板，海面上的这个浮板还要做，现在是山上的都有，所以这是一个贻害子孙，这是一个祸害千年的事情。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如果齐柏林还在的话，他再次空拍看见台湾。他现在会看见什么样的台湾？看见满山、满余温、满水坝、满海都是光电板的台湾，是这样的吗？是我们要的台湾吗？香龙，全世界在发展光电的都知道，光电是唯一在政治分章当中最有用的。其他的发电的形